爷爷带着孙子从首尔搬回了乡下，途中被误认为小偷的巡警子英拦下，子英死死地控制住他。男人迅速掏出证件证明自己的身份，子英在证件上看到了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，一时间愣住了。这时候增援的警察赶来了，二话不说，直接一个过肩摔将男人摔倒，男人当场晕厥。他们急忙将他送往最近的兽医诊所。幸运的是，男人伤势不重，他很快就苏醒过来。男人的名字是志宇，正巧是这家兽医院院长的孙子。不久，爷爷打来电话，告诉他和奶奶正在环球旅行，把兽医诊所托付给志宇管理。说完便挂断了电话，没有给志宇任何拒绝的机会。子英凝视着志宇的面孔，细细打量，试图找回他儿时的模样，内心满是期待。但志宇已经不记得他了，他的眼神流露出失落。子英把钱包还给了志宇，同时邀请他上车。他们打算一起去赵大叔家处理一些急事。在车上，子英试探性地询问志宇，似乎这不是他第一次来这里，试图回忆上一次来这的情况，希望他能想起过去的记忆。志宇却因分心，不慎将车开进了路边的稻田。子英内心感到愧疚，但嘴上仍然毫不留情，连声说着不要那样，不要那样。子英和志宇最终到达了赵大叔家。赵大叔动用了捕兽器，抓到了个偷鸡的野狗，想让子英来处理这事。兽医志宇却说得先给狗治伤，否则他可能再也走不了路。赵大叔坚决不同意，说治好了他还是个野狗，肯定还会来偷他的鸡。子英也认为最好是把狗送到收容所，因为他是警察嘛，得保护大家的财产安全。志宇却说送收容所，狗狗可能会被安乐死，他想先暂时把狗留在医院，由医院来照顾它。志宇说完就去找笼子，检查后发现狗狗的腿并没有断，但子英看着志宇的眼神里满是怨气。这时子英的电话响了，是山羊大叔打来的，山羊发情了。子英和志宇得马上过去帮忙。子英带志宇走了个捷径，这条路让志宇有点吃力。满身泥巴的志宇到了山羊大叔家，看到发情的山羊，吓得他往后退。子英偷偷在他身后挡住，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。为了显示男子汉的勇气，志宇只得硬着头皮上，和那发情的山羊斗了起来。子英在一旁给他打气。志宇回到家时狼狈不堪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今天到底经历了啥。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热情的邻居大妈们手里拿着咸菜就闯了进来，完全不当自己是外人。但志宇并不喜欢这样，他向大妈们解释，不打招呼就闯进别人家会怎样？要是在首尔，这样做可是要被警察抓的。他这么一说，周围顿时静了下来。大妈们离开后，子英对他说，如果不想再有人闯进来，记得把门窗锁好，晚上还要给狗狗换上新的纱布。他一个人来到河边散步，正好看到子英在河里游泳。志宇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好似在看一只活泼的大青蛙。志宇到了诊所，这才得知今天要去给杨大叔家的小猪打疫苗。子英看了看日历，也知道了这件事。他在办公室焦急地踱步，他得找个理由去养猪场见志宇。于是子英给杨大叔打了电话，说这次是院长的孙子去打疫苗，年轻力壮的他应该不需要帮忙。但话锋一转，又提到猪很多，而且猪不如狗好应付，担心他一个人应付不来，连局长也摸不着头脑，不知道他到底打了什么算盘。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猪圈这么热闹，他当时就呆住了，完全没注意到子英已经站在他旁边。第一次给这么多小猪打疫苗，他显得有点手忙脚乱。子英开玩笑说，是不是忘了怎么打针了？志宇有点不懂，子英为啥老是找他茬？会不会有人长得像志宇那样欠过子英钱？没曾料到子英接着话题说，就是个长得跟他一模一样的家伙欠过他钱，那人还把事儿忘得干干净净。争执了几句后，他俩一起好好照顾了猪仔，然后骑着车在乡间小路上穿过挂满果实的桃林，到达了咖啡店。不久，尚贤也到了，他正是咖啡店核桃林的主人。尚贤提起他们昨天见过面，那时志宇坐在车里，而他躺在稻田中。回到诊所之后，志宇对那杯咖啡赞不绝口，还意犹未尽呢。他好奇地问护士尚贤是个怎样的人。护士回答说，尚贤无所不能，性格也超好。谈到给人留下的印象，志宇问护士，自己看起来
不会差到哪去吧？不会像那种会赖账的人吧？他又开始问子英的事，为什么他老是出现在不同的地方？提到子英，护士脸上洋溢着喜悦。他说子英外表像个警察，其实是喜东里的移动服务站，哪里需要帮忙他就出现。子英是个热心肠的家伙。至于骑着自行车急匆匆去羊圈，开始了疯狂抓羊大作战。这时候子英正在处理另一桩棘手的事，一个戴着棒球帽的男人把老太太的零钱包给偷了。这家伙已经不止一次下手了。子英觉得可能是附近高中的学生干的。没多久，宣东就给子英提了个猛料。他眼尖看到小贼钻进了一幢房子，子英打算直接抓个正着，当场抓到人和证据，悄无声息地走到门前，轻手轻脚推门进去，就像发现家里闯进了小偷。子英直接带人冲进去抓贼。子英迅速把小偷按住，可那小偷力气出奇的大，把子英一把推开就逃了。子英赶紧追上前去堵截，两个人滚成一团。多亏了及时赶到的增援警力，子英和同伴一起终于把小偷按倒。子英找尚贤倾诉，他感慨自己珍藏的美好回忆，原来只有他自己觉得快乐，自以为是宝贝的回忆，在别人眼里可能就是个笑话。闻言却告诉子英，他俩这一生中的点点滴滴，他都会牢记在心。这样的回忆一点都不可笑，所以子英的珍藏也不是笑话。第二天一早，志宇和子英又见面了。居恩东立马看出他们俩有过争执，回头望着这个发呆的家伙，不明白他又搞砸了什么。子英澄清说他们没吵架，他只是让那位兽医生静一静，只有这样他感觉最舒服，毕竟他很快就要离开这儿了。志宇特意赶到马厩里去看病，上气不接下气，感慨祖父这些年真是够辛苦的。那时他看到了子英常开的那辆警车，急忙走了过去，去确认是不是子英停的车，恰好被安巡警看见了。志宇边打招呼边往后看，一边打招呼一边向后张望。安巡警告诉他，子英跟他一起来的，有紧急任务，需要提前离开。志宇对牛车做了仔细检查，离开时碰到了子英和马婶。马婶向子英提问，问他妈妈离开后有没有回来过，表面关心，实则触及痛处。表面上是关心，实际上是在伤口撒盐，就是这么提的，让子英感到很伤心。马婶还是没停，转身对志宇说，回村的路太远了。志宇想借自行车给子英，但被拒绝了。望着子英远去的背影，志宇的心情也很复杂。两人虽远行，心却越拉越近。回到诊所后，志宇想给爷爷买辆货车，让爷爷出诊时更方便。护士建议他找尚贤帮忙，爷爷以前常向他借车。志宇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子英的事，话到嘴边却又咽了下去。志宇来到了尚贤的咖啡厅，又遇到了来帮忙的子英。两人正要寒暄，却被胖婶打断了。他以为志宇是子英请来的帮手，立即叫他们去帮忙。这是每年害虫猖獗的时候，得在虫子成灾前给桃子穿上小袋子，要不然辛苦一年就白搭了。这活儿对子英这种乡下长大的孩子，手到擒来，轻松多了。志宇就有点手忙脚乱。子英跟志宇说，水蜜桃根短，套袋时别忘了连枝条一块包起来。俩人的互动都落在大婶的眼里，五婶还挺看好他们，胖婶就不同意。他心里面觉得尚贤和子英才是绝配。他提醒尚贤得多留心。至于来这儿，其实还有另一回事。他打算从尚贤这儿买辆废旧火车给爷爷用。尚贤开价就贵得离谱，明显是因为之前吃醋。子英机智反应，说要和志宇去隔壁镇上买，假扮夫妻还能享受折扣。尚贤听了急了眼，波把腿伤也差不多好了。子英打算收养他，他养狗可有一手，毕竟以前养过。那只狗狗还是小时候志宇送的。和子英相处时间长了，他发现自己挺能跟动物玩的，不光是人，连动物都能成朋友。他在子英身上看到了不一样的光彩。小镇上的人有事总找子英帮忙。志宇问他不累吗？子英说他挺享受忙碌的，喜欢被人依赖的感觉。尚贤也曾讽刺他爱出风头，但子英觉得尚贤没资格评论他，他认为尚贤比他还夸张。志宇觉得子英应该很幸福，尚贤那么照顾他。子英回答说，他们从小就一起长大，肯定会一直好到老。
话音刚落，曹操就到。尚贤告诉智宇，有种叫陶喆星的虫子，是害水蜜桃最厉害的虫，所以他用更强的费洛蒙干扰它们交配和产卵。如果是虫子，肯定气得冒烟。最近他开始能体会到虫子的心情，想恋爱却总是被打扰。智宇的到来让他感到威胁，直到智宇离开，尚贤心里还是很生气。他发现智宇变了，肯定是遇到了喜欢的人。就在这时，子英突然来说锅巴不见了。他们骑车在村里找，智宇很快就找到了锅巴的踪迹，但怎么追都追不上，锅巴就是不肯停。最后智宇被带到树林里，看到小狗的那一刻，智宇才明白，原来锅巴成了爸爸。智宇想摸摸小狗，没注意到狗妈妈在保护幼崽，狗妈妈直接扑向他。智宇不只是丢了隐形眼镜，还弄伤了手臂，他们只能先回去处理伤口。子英一手牵狗，一手牵着智宇，一起沿着山路下山。突然智宇接了吴婶的电话，家里的牛正在难产。经过一番检查，发现小牛卡在了母牛骨盆里，他让吴婶找来一根长绳。智宇和子英合力，努力将小牛从母牛肚子里拉出。看他们的表情就知道，这个过程相当艰难。幸好最终成功了，小牛也安全出生了。子英夸智宇不仅帅，还能接生小牛。为了表达感谢，吴婶决定宴请他们，不仅邀请了邻居，还叫来了尚贤。尚贤一来，就让子英和智宇坐开，眼神里的情感是藏不住的。吴婶端上了烤肉，让智宇多吃点，但智宇说他不太能吃肉。闻言，尚贤马上塞了一大口肉进嘴里。他说：“真男人要大口吃肉。”紧接着，吴婶拿出家传的药酒，子英向智宇推荐，说这酒味道好，对男人特别好。没想到智宇又说他不能喝酒。经过了这么多事，智宇和子英继续走回家。天空星光璀璨，只有他们二人。这样的夜晚总会发生些什么？尚贤开口说，子英跟着一个对药酒好奇的人，他感觉不太放心。他觉得男人都这样，总是找借口，做一些平时不敢做的事。闻言，智宇只能先走了，把子英留给尚贤这个女性朋友。但子英只把尚贤当作普通朋友，他打算回家好好睡觉。没想到尚贤的下一句话让他彻夜难眠。尚贤情不自禁地向子英表白，他害怕如果不说，子英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，因为尚贤一直都在他身边。子英可能没想过改变他们之间的关系，为爱痛苦，让尚贤感到很委屈。子英问尚贤，他不怕这样会失去朋友吗？尚贤说，他们的关系不应该局限于朋友或情侣。对尚贤而言，子英既是朋友又是女性，如果子英能成为他的人，那自然最好。即使不行，他们仍是朋友，子英仍是他的邻居和家人。对他们来说，表白失败的尴尬和未来共同的时光比，只是短暂的一瞬。瑞宇去了养牛场，检查新生的小牛。他说小牛有些虚弱，要他们好好照顾。回到诊所后，护士向他汇报关于子英的情况，刚把一个笼子借出去了，待修好智宇的自行车后才离开。这时智宇突然想到，子英可能去了后山。果不其然，在后山遇到了子英。他建议子英找人帮忙，这样可以避免受伤。回诊所后，智宇给小狗做了检查，告诉子英小狗们很健康，小狗会暂时留在诊所照顾。然后智宇帮子英处理了伤口。第二天一早，宣东哭着来找智宇，他的宠物狗比比生病了。宣东请求智宇好好照看比比，互相是好兄弟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检查发现比利只是肚子不好。尚贤叫智宇出去谈谈，这时智宇才知道子英受伤。尚贤告诉智宇，宣东早上看到比利吐白沫，吓了一跳，于是打电话给子英。宣东哭得很伤心，子英急忙出门，忘了他的自行车坏了。智宇的自行车昨晚掉进田里，掉了一个零件。子英为了急用，拆下自己车上的零件，帮智宇修了车。尚贤说，子英是那种心肠特别好的人，宁愿自己受点委屈也要帮助别人。他说自己老是翻日历，数着智宇去首尔的日子。他讨厌智宇总围绕着子英，智宇很快就会离开，一旦离开就意味着不能对子英负责。他不希望子英再受伤害。智宇赶到了医院，吴婶亲手做的午餐送过来了。
一眼就看到子英腿上插着的银针，手里还忙着捡草药，担心这会妨碍子英恢复，对子英的行为挺不满的。志宇一肚子火转身就走，可他说的这番话让子英头一次感受到了委屈。宣东特地来诊所探望比利，向志宇道谢，因为他照顾得很周到。子英回到派出所上班了，所长二话不说让根木把他送回家，叮嘱他在家好好养病。子英静听着窗外的雨声，内心竟出奇的平静。宣东问志宇，是不是子英姐做错了，啥惹他不高兴？宣东接着说，他昨早看见子英姐跟他打招呼，他却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宣东希望志宇别跟子英姐斤斤计较，子英姐对他来说就跟奶奶似的亲，要是他犯错了，肯定不是有意的。这话一听，志宇反思可能是自己有错，本来想跟子英道个歉，不想反而让他生气了。闻言紧张起来，宣东赶紧掏出手机给子英打电话。志宇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听说子英出了车祸。志宇看着昏迷的子英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拼了命想砸开车窗救她。这一幕勾起了他记忆中父亲车祸的画面。那时候天也下着大雨，有个男人砸开车窗救出了志宇，这个男人就是子英的爸爸。当时志宇吓得呆住了，神情失措。幸好那时子英是个热心人，志宇把子英送去了医院，一直在他身边守着。子英醒来时，却看到的是尚贤，他依稀记得是被志宇救的，这让尚贤不得不承认，子英真的很在乎志宇。幸好子英身体没什么大碍。不久后，尚贤扶着子英离开了医院。志宇在车里看到了这一幕，心里泛起了涟漪。第二天，子英来到诊所，想亲自感谢志宇，但今天是志宇父母的忌日，他一早就去祭拜了。子英只好失望地离开，但命运总让他们靠近。回城时，两人终于相遇了。遗憾的是，志宇刚下车还没来得及寒暄，就接到了紧急出诊的电话，两人又一次分开。志宇刚离开，尚贤开着拖拉机出现了。尚贤要去马寝里开会，每次开会，马婶和吴婶总是吵架，争得不可开交。他今天带着子英一起去，子英是警察，看在警察的面子上，大家应该不会太过分。他们太乐观了，低估了即将发生的事。子英一到会场就成了牺牲品。马婶在争吵中，人们老是诋毁子英，说他没家教，周围的人总拿他没爹妈的事说事。吵完架后，子英就自己呆呆地坐在院子里，只要一提到他是个锅儿，他的心就像被人捏碎了一样。这种话听着让他精疲力尽。子英不想要尚贤的陪伴，他更想独自散散心，清静清静。这时候，志宇来到平治爷爷家，爷爷养了30年的老黄牛快要走到生命的终点了，知道牛再也难以治好，爷爷就想让志宇帮忙给牛安乐死。这牛一辈子都是家畜，工人驱使了一生，爷爷希望他离世时能少一些痛苦。爷爷把子英留下的东西交给志宇，这才让志宇恍然大悟，子英就是那个在他父母去世后，在他郁郁寡欢时陪他走出阴霾的女孩。那时候的回忆，志宇曾经给他的那本笔记本，跟他说过他一定会回来。时间虽然流逝了许久，志宇一直没忘记这事，只是他一直没意识到，那个女孩就是长大后的子英。现在他终于明白了，才懂子英为什么总是对他说些奇怪的话，为什么总想靠近他。志宇说很抱歉这么晚才认出子英。子英表示他理解他为何会忘记。志宇当时是因为父母过世才来到这里的，那段时间对他肯定不是什么好回忆，可能是他最想忘掉的。但其实事实却恰恰相反，志宇心里是清楚的，那些记忆是他生命里最美的章节。一直到子英的真实身份，志宇就一大早在门口等着，数着秒等子英送宣东去学校，想假装巧遇，可是怎么等也不见子英的影子。最后在诊所才知道宣东放暑假了。宣东带着他女朋友找到了志宇，他女朋友的小兔子生病了，宣东希望志宇能帮忙治治。经志宇一查，兔子其实没啥大问题，只是两个小家伙貌似吵架了。宣东跟西园原来是小学1年级时的密友，西园还给宣东送过书作为礼物，可宣东把这事儿全忘了。西园因此不高兴，干脆不跟他讲话。知道了这桩事儿，志宇就给了宣东一个妙计，让宣东先别急着去找西园，稍微等等看他说。
有时候女孩子冷静一下就自然会好。如果只为了哄她高兴而去找她，可能会弄巧成拙。宣东觉得这招似乎挺靠谱。最近他每次跟西元说话，西元都会翻白眼。宣东决定试试志宇的建议，给他点时间冷静冷静。果不其然，按志宇的方式，西元不仅不再翻白眼，甚至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了。子英就跟宣东说，知道自己哪错了，就应该立刻道歉，一直道歉，直到对方原谅你，让他看到你的诚意，而不是用冷战解决问题。其实这事儿很简单，没必要搞得那么复杂。在子英和志宇的帮助下，宣东和西元终于彻底闹翻了。宣东忽冷忽热的态度，让西元怀疑他是否有双重性格，决定不再理他。闻言，志宇又出了个绝妙的点子，那就更狠一点。他建议宣东告诉西元，自己会照做，从此在他面前消失，反正现在放暑假不会见面。根据经验，如果宣东长时间不出现，西元一定会很在意，最后会主动和好，让宣东耐心等待，绝对不能按子英的说法去道歉。宣东觉得这个主意不错，毕竟志宇有过女朋友，而子英从没谈过恋爱，听从经验之谈是对的。他决定不听子英的，尽管子英和志宇知道了彼此的真实身份，但关系并没有变得亲密，反而变得更冷淡，也弄不清楚为何会这样。丽人找到志宇，说宣东跟他说了很多奇怪的事，然后就消失了。志宇立刻去派出所报案，村长动员村里的人一起寻找，但直到现在，志宇还是认为自己的方法没问题，觉得宣东已经尽力了，既然道歉无效，就只能做些反常的举动，迫使他不得不关注。但子英认为在爱情中，付出和得到并不是等量的，其实欲擒故纵并不是什么好策略。就在这时，所长打来电话告诉子英，有人报了警，找到了宣东的行踪。他们立即出发。坐在车里的时候，志宇觉得自己刚才的话说的不太对，觉得应该向子英道个歉。那年他突然走了，连个像样的告别都没有。现在虽然子英已经认出了他却没能及时认出子英，面子问题没能直接道歉。成都的德英说过，治疗的方法本身没错，只是不适合一个9岁的孩子。毕竟很少有事情比突然消失的东西更让人挂心。很快他们在公交站找到了陷入情感困扰的宣东，安全地送他回家。志宇也终于鼓起勇气，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感受。志宇在马寝里给牛做体检，旁边一位大婶提到，马婶前些天又在批评子英没有家教，说他无父无母，这让志宇听了心里不是滋味。就在这时，马婶急匆匆来找志宇，请求他去看看他母亲家的狗。那只狗对他母亲非常重要，狗现在病得很严重，因为他母亲家的地址很偏僻，其他医生都不愿意去。看着马婶那么着急，志宇说自己手头的工作太多，没办法没有拒绝。子英在旁边说他知道个捷径，可以大大节省时间。闻言说着，赶忙把子英拉到边上，问他是不是也烦马婶，毕竟马婶那么多次说他不好听的，他不愿意帮马婶，就是想给子英出这口恶气。听完这番话，子英没二话，直接把志宇拉进车里。他知道志宇是心疼他，记得志宇曾经说过狗是无辜的，即便是狗犯了错受伤了也得救治。现在他因为自己受了点委屈，就放弃了自己的原则。子英心里自然是乐开了花。他解释给志宇听，马婶虽然两面三刀，偶尔话糙理不糙，但他骨子里其实不坏。他们到了奶奶家，志宇给狗狗做了个全面检查，好在狗狗没什么大问题，不过回来的路上出了点状况，他们车子爆胎了。修车部的师傅告诉他们，可能得等一会儿才能修好。如果无聊的话，海就在前面不远，可以去那边赏赏海浪。子英向志宇道了个歉，都是他一时兴起，才闹出这档子事，耽误了志宇的时间。志宇却笑着说，幸亏有子英，这才能欣赏到这美景，在这不期而遇的地方，和没想到的人共度时光，他觉得非常享受。海浪看完了，他们俩的关系也亲密了不少。正当两人眼神交流的时候，谁知道竟然出现了前女友。眼前这一幕，子英只好先礼貌的告辞。他误以为崔明是志宇的女友，心里难免感到失落。起初志宇不明白小明为何会来，直到他回到了诊所，才见到原本应在首尔的润君。原来润总是来这里之前
在网上发布了一段关于志宇的视频，发到了社交平台。他没料到小明是他的粉丝，他来这里明显是想要复合。我还真没见过哪个女人能这么直接的表明自己的意图。他还坚信自己能在1周内重新赢得志宇的心。他告诉志宇，村里已经为他安排了民宿，他今晚就会入住。这民宿正是子英的家。大婶们见到志宇和小明一起来，以为小明是志宇的现女友，便开玩笑说要送点关门药酒，让他们好好叙叙旧。志宇正要说话，却被小明打断。大婶们都很喜欢小明，连连称赞。志宇根本插不上话，眼神里满是无奈。子英也只能尴尬的微笑，不知道该看哪儿。幸亏这时尚贤刚好出现，梆子声减轻了气氛，两人并肩站着。小明误以为他们是情侣，人群渐渐散了。尚贤开玩笑说志宇的女朋友真惦记他，还专程跑过来看他呢。志宇澄清说小明不是他女朋友，他目前单身。然后转向尚贤，表面上随意的聊了2句，实际上却是剑拔弩张。在另一边，润炯看小明的做法并没有不悦。小明当初是因为工作才出国的，跟志宇分手也是迫不得已。润炯了解小明，他知道小明不会临时起意复合，小明说到做到是他的风格。如果是润炯自己，他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和小明重归于好。但至于现在只想着子英，他想知道如何才能摆脱小明。子英跟尚贤说，他真的很看好小明，小明很勇敢，积极向上，而且人美，真是太让人佩服了。紧接着小明对子英说，他一定要把志宇追回来。他们曾是大学时的甜心，是他搞砸了那段恋情，现在他对失去志宇深感后悔。他希望子英能帮帮他，给他鼓励。子英此刻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小明，他是该帮小明还是顾自己的感受。小明来到了兽医诊所，宣东已经在那里等了好一会儿。尽管村里人都在说小明是志宇的女朋友，但宣东就是不信。他说志宇总是盯着子英，每当子英有什么事的时候，他二话不说就冲去救子英了。他觉得志宇肯定是对子英有意思，看样子要追回志宇难度大了些。但小明心里没打算退缩，听说志宇要去给新生的小牛治病，他决定跟着一起去。子英恰巧看到了他们一起忙活的身影，心里不免有点酸酸的。小明感慨道，这一幕让他回想起大学时光，那会儿他跟志宇也是总站在一起，形影相随的好兄弟。就在这时，有些大神打电话叫子英找帮手，志宇立马跃跃欲试去帮忙酿桃子酒的时候，子英总是刻意避开志宇的眼神。为了打破这个尴尬，小明开始找话题聊起尚贤。他好奇地问子英，尚贤是不是挺招人喜欢的？子英承认的确如此，小时候班上的女生都挺喜欢尚贤的，他也没能免俗。说来子英还是他的初恋呢。小明接着说，子英和尚贤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尚贤是不是就成了他的最终归宿？这话一出，子英坐不住了。他反问，一时的喜欢能算最后的爱吗？那他也有可能成为子英的终极伴侣。他跟子英小时候也是玩得很开心。他这么一说，空气突然静得能听到真调。这时小明才明白，原来子英跟志宇早就认识。他觉得志宇看子英的眼神很不一般，原本还担心志宇真的喜欢子英，现在看来子英在他心里就是认识的妹妹罢了。接着大神把小明叫进屋里，同时志宇注意到子英在刻意避开他。志宇追问子英，他怎么回应了尚贤的表白？子英没有直接回答，只是让志宇好好对小明，他们工作中可以互相支持，这样也能常常见面。毕竟小明那么出色。志宇向子英解释，他和小明已经成为过去，不论小明多优秀，他对小明没有留恋，也无后悔。他之所以没立场，是因为太了解小明了，不管他怎么说，小明都会坚持自己的决定，所以他只好等小明自己放弃。至于子英，他是否会和尚贤恋爱，熟悉和恋爱感觉完全不同。子英坦言，跟尚贤在一起感觉熟悉，但跟志宇在一起心会跳得更快，会让他感到不安。志宇说，这正是恋爱的感觉。正当两人即将突破关系，大婶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打断了他们。子英返回警局，看到马婶送来的玉米，感谢他和志宇昨天帮忙看狗。
另一边，小明告诉志宇，他很快会回国工作，他们的距离将大大缩短。他不期望志宇立刻回应，但相信只要常见面，他们很快能和好如初。他说，志宇现在对子英有感觉，可能因为在这陌生的地方，他接受了对方的帮助，结果是每天都能见面。一旦生活回归平常，子英很快就会被他忘掉。志宇原本想要反驳，正要转头，小明却吻了上来。这一幕恰好被子英看到，子英还是拒绝了尚贤的告白。他觉得应该尽快回应尚贤，这样才算尊重，但他还是想了很久。拖延的时间越长，他越发难以给出答案。尚贤总是笑脸迎人，似乎比他自己还要了解自己。他害怕尚贤会受伤，害怕他们的关系无法恢复如初，害怕尚贤会为自己的选择后悔。他边说边泪流满面。尚贤却说，尚贤表示就算不能成为恋人，他也不会离开。即使不是恋人，他们依旧深爱着对方。即使心有所伤，他依然会留在子英身边。他接着半开玩笑地对子英说，如果他将来喜欢上其他女孩，子英可不能后悔。第二天清晨，小明已在诊所门外等候。志宇对小明说，即使他在这里待上1周，他们也无法回到过去。志宇很清楚，小明对他的感情并非真爱，只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未尽之事感到遗憾，心存遗憾。志宇告诉小明，他现在已经爱上了别人，他生命中的那个人已经出现了。小明承认了自己确实是在耍脾气，他只是在怀念那个曾经对他情深意重的好朋友。但现在是时候他该走了。至于为啥跑去警局却没看到子英，局长跟他说，子英可能一会儿会在水蜜桃地里出现。可当他到了水蜜桃田，子英是没看到，倒是碰上了尚贤。尚贤问他有没有兄弟，身体有没有啥问题或者家族病，有没有存点钱，城里有没有房。提起昨天他那一番作态，还像个情敌，如今却更像是哥们。他就知道子英已经给了回应。尚贤看他那样子，说不定不久能听到子英的答复。然后他递给他一副手套，既然都等子英了，不妨边等边帮个忙，反正也是闲着。至于那摘水蜜桃的袋，当初那青色的桃子快熟了，想起以前和子英忙活的情景，他嘴角露出笑意。子英看到志宇就忙着跑了，志宇没犹豫，立马追了上去。他直截了当对子英表白了。原来志宇误会了，他只是因为看到了儿时玩伴高兴，又是经常能见到，才会产生了那种错觉。志宇说，他很清楚自己喜欢的不是那个12岁的小丫头，而是现在这个27岁成熟的子英。但子英告诉他，在他心里，志宇还是那个小男孩，送他一只小狗后就离开了。那个13岁的小男孩，他再傻也不可能再喜欢志宇了。但心底清楚，越说不喜欢，心里越是喜欢。在回家路上，子英遇到了诊所的护士，护士说老院长担心志宇很快就会回来。这消息让子英开始慌了，子英的心情变得焦虑。子英回到家，发现小明已经等了很久。小明要跟子英告别，他对子英说，他意识到自己太自信，他曾以为只是将子英视为替代品，最终还是自己受伤。子英也打开了心扉，不再隐藏，他坦白自己喜欢志宇，之前的不在意全是假的。看着小明离开，子英骑车急速前往诊所，无法控制自己的真实感受。为了避开村民的目光，开车4小时到首尔，在首尔和子英约会，他们吃了手抓饼，又开车4小时回喜东里，腰不疼腿不酸。上班时，子英的态度明显不同，不再是随叫随到的样子，现在居然说要早点下班，匆忙冲进警察局，借口是送锅巴的狗粮到了，让子英回家开门。其实他们俩在车里偷偷亲吻，还好宣东及时来了，不然他们就真的吻上了。原来宣东是来分享个好消息，西元答应成为他女朋友了，他们已经正式在一起了，特意给志宇和子英带了喜糖，感谢他俩的撮合，还希望他们保密，绝对不能让村里的长辈们知道，不然麻烦大了。子英感叹道，连9岁的孩子都知道在村里谈恋爱的风险，不禁担心一旦恋情曝光，会如何面对村里大婶们的非议。但恋爱本是件幸福的事，子英很快就察觉到自己的变化。下午马婶又来找子英帮忙，直言不讳地说子英这种缺爱的人
就是喜欢别人求他。这话引起了3个大婶的围攻。没想到子英反而说，以前确实喜欢别人来找他帮忙，但今天马婶来找他，他却感到不开心。以前总是担心别人不喜欢他，担心没用怎么办？但现在他觉得，即使被讨厌也无所谓了。今天他还是会帮马婶，不是为了取悦他，而是出于对长辈的尊敬和爱心。说完就离开了。下班后在果园旁的马路等，和子英一起吃晚餐。2人开车到餐厅，为了避免引人注意，他们故意错开时间进餐厅，装作偶遇。晚饭后2人决定做些实事，所以对子英感到开心，希望她能永远幸福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他们吃着零食，感受着童年的味道。志宇目不转睛地看着子英，情不自禁地吻了她。志宇第一次邀子英看电影，选了个没人的时段，以免被认出。他们预定了最早的一场，但世宇突然接了个电话，李大叔家的牛快要生了，只好把电影票改签到下午。结果下午邻居家的老奶奶走失了，又不得不把票改到晚上，直到天黑，子英才把找到的老奶奶送回家。市长坚持要请子英吃东西，表示感谢。子英真的推不掉，匆匆吃了一口就走了。没想到又碰上了酒醉闹事的家伙，约会一次又一次的推迟，子英忍不住喝了2口烈酒。志宇还在那满心期待，偶然遇到了出门的大婶。这种情况对志宇来说早有准备，他已经想好了要怎么解释。曾经的事使子英迟到了，但他没理会旁人，直接冲进屋子，用村里的扩音器宣布他和志宇在谈恋爱，连村里的狗都被他吵醒。大婶们都说这早不是新闻，大家早都知道了，真没必要这样公告天下。子英此刻有点后悔，觉得应该早点告诉大家。几天后，志宇回首尔去了，他们就不能经常见面，现在还得躲躲藏藏，真是浪费时间，折腾到半夜3更。正说到这里，子英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果然和我猜的一模一样。子英用花瓣在志宇的无名指上留下一个独特的标记，这样别人一看就知道他已经有主了，这表示他已经名花有主。不久，志宇返回了首尔，但2人都担心会打扰到对方的工作，电话联系明显减少了。在一次视频通话中，子英才意外发现志宇的胳膊已经受伤好几天，他竟然现在才得知。子英责怪志宇没及时告诉他，让他成了一个连男朋友受伤都不知道的女人。一方面又担心志宇在首尔无人照料，气愤地挂断了电话。这时润炯对志宇说，如果一直担心影响对方，减少联系，感情就会逐渐淡化，谈恋爱就应该偶尔给对方添麻烦，让对方操心。这番话尚贤也对子英说过，并劝子英如果担心就去见志宇。于是子英驾驶尚贤的车从喜东里向首尔驶去，而志宇从首尔开车回喜东里。他们这种双向奔赴的爱情真是感人。志宇又马不停蹄地开了4个小时，最终回到首尔。几天后，尚贤告诉子英，他已经为锅巴的孩子预约了疫苗，现在院长正等着他。于是子英带着小锅巴走进了诊所，但院长却不在，出现的却是志宇。原来志宇为了子英放弃了在首尔的一切，接手了爷爷的兽医诊所。随后他注意到子英手指上的颜色消失了，便从口袋里拿出早已准备的戒指，向她深情表白。